我们超慢跑还有4个口诀哦，绝对不要违背这4个口诀，你就可以跑得很久。好，注意听喽。那一般来讲，你只要在家里大概3到5分钟，有些人可能会晚一点，大概5到10分钟，对，就会开始身体发热，就开始会流汗。我举一个案例好了，有一个医护人员对，他在诊间看诊的时候呢，就利用那个短短的可能几分钟的空档，他就这样每天累加。对。那等他下班，他发现他累加90到120分钟，对，他的体重就不知不觉瘦了2个月，瘦4.5公斤。Hello，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哇健康》，我是齐慧。最近呢，有这个一组关键字啊，非常的火红，而且呢，有非常多这个婆婆妈妈。每一节朗弄那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徐教官的节拍的超慢跑，邀请我们徐栋英教练来到我们现场。大家好。其实，在今天要跟你见面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去爬了你的文，然后我发现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超慢跑。超慢跑呢，其实呢，它的速度就是跟走路等同就好了，不用跑太快。那最重要再搭配节拍的话呢，你跑起来会更轻松、更舒服，所以你跑起来就不感觉到像一般的跑步一样。步入到让你很不舒服，我们的身体出现不舒服感，你就不会喜欢跑步。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超慢跑呢，就是它跟走路速度差不多，但是它跑步的效率比走路来得好很多。那请问一下，老年人会适合超慢跑吗？更适合哦，更适合。这个超慢跑其实是日本为了给老人家，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肥胖的人，对，还有体能比较差的人，他要给这一些人呢。让他接触这个运动，然后达到体能恢复啦，或者是减重啦，对，或者是心肺，对，心肺提升这些功能比跑步还要轻松一点，但是又比走路效果又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我只是多加了一个节拍，因为用节拍来运动的话，你会感觉很有律动感，对，那跑起来就很轻松。徐教官，我想请问我们要开始做这个超慢跑之前呢，我们第一个要下载这个节拍器，那请问这个节拍器第一步，请问要去哪里下载？好，假如说你是Apple 系统的，你就在大 A 里面寻找。是大 A。对，你假如说是 Android 系统的，你就在 Play 商店，然后直接输入节拍器，然后找到这个调音器节拍器这个，是按进去。对，然后去安装或取得。那取得安装以后呢，它下载完以后呢，你再把它开启。那开启以后，最重要的是你的设定Apple 的那个节拍出现的是110，那你要把它滑到180，用手加，用加也可以用手去滑比较快。对，调到180。那 Android 系统的是120，把它调到180。好，那第二个有一个拍手的那个符号那里会出现4，是。好，那你要把它改成2，2下。对，2下，然后你就会听到这样的。那个滴答滴答的响脆的声音 ，OK， 了解。这样就你的节拍器安装完毕，这样就完成了吗？对。那个徐教官，我们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加上节拍器跟我们这个超慢跑这个整体加起来感觉？好，那我们就是超慢跑有4个要领，是。第一个是前脚掌先着地，再脚后跟。前脚掌，脚后跟要落地哦，不可以这样踮着脚尖，这样你踮着脚尖跑，你跑不久。所以前脚掌先着地，再脚后跟。第二个。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我的膝盖要保持一个弹性，要微曲的，不可以伸直。什么样的情况是伸直呢？像这样，很多人在原地踏步，是这样就很容易伤膝盖。对，没错。所以你的膝盖一定要微曲。那第三个要节能减碳，落地的声音越清亮越好，好像练轻功一样，跟模型那一样。对，第4个呢，要小步伐高步频。小步伐高步频。对，你就跟着这个 tempo 来律动，身体这样律动。那你脚手酸了呢，你甚至把手这样放下来，肩膀放轻松，抖一抖。腰酸了你就把腰抖一抖，反正你就很轻松的律动，不要把它想太复杂。了解。那想请问一下，像我们平常就是还没有做这个超慢跑的时候啊，我们平常的心肺或者是我们平常的心跳大概是多少？一般人的安静心跳，健康的人大概60-70嘛。60-70。那我们这样跑的时候，大概心跳会达到90到110左右。其实这样的运动强度大概是介于
一般长者来讲大概是60到70，哦，60到70，它是相对最大心跳率的60到70。对，它其实对老人家来讲，它不会太累，但是效果是很好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很温和的。那如果说一开始要入门这个超慢跑的老人家，例如说一开始可能3分钟开始训练，然后慢慢的增加就可以了吗？还是其实一开始可以，例如说直接是设定60分钟开始跑起？应该不太需要，你就量力而为最重要。我有一个 case 哈，就是一个中风的大哥哈。对。他刚开始他学超慢跑的时候，他大概扶着桌子，对，然后慢慢的大概可以跑2-3分钟而已。他就觉得脚很酸很累了，对，那他就休息。但是他跑不到2-3个月，他竟然可以跑1个小时啊！真的假的？对，就是你的身体会进化，会适应。我们超慢跑还有4个口诀，绝对不要违背这4个口诀，你就可以跑得很久。好，注意听喽。不酸，不酸，不痛，不痛，不硬，不硬，不喘。不喘，嘿，酸痛硬喘不要找你。那一般来讲，你只要在家里大概3到5分钟，有些人可能会晚一点，大概5到10分钟，对，就会开始身体发热，就开始会流汗，有感觉到。尤其到了夏天之后呢，会流汗速度会更快。我们夏天超慢跑可能做1个小时就够了。那冬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个代谢比较慢，所以超慢跑是不是可以拉到1个小时半？其实超慢跑可以累加的。我举一个案例好了，有一个医护人员他在诊间看诊的时候呢，就利用那个短短的可能几分钟的空档，他就这样每天累加。对。那等他下班，他发现他累加90到120分钟，对，他的体重就不知不觉瘦了2个月，瘦4.5公斤。2个月瘦4.5公斤，对，他就是这样很轻松的律动，因为你看嘛，他不可能上班还在一直跑，他一定是有空档跑一下，有空档跑一下，对，所以他是可以累加的，这样子的运动模式，其实效果就会很好。那请问饭后应该不适合超慢跑吧？应该会胃下垂，对不对？饭后超慢跑呢，其实是我现在建议给患有糖尿病的长者呢。他做饭后超慢跑的话，效果会更好。我们现在很多人挑战我这超慢跑，因为我讲过很多的节目，上过节目，对，都讲过饭后立刻跑的话，对你的饭后血糖会有很大的稳定效果。那很多人就做实验，结果实验的结果还真的是有效的。其实现代医学都会告诉所有的糖尿病患，饭后绝对不要坐，不要躺，对，最好去散步。但是散步的效果没有原地节拍超慢跑来的显著的话，所以一般病人走了好久以后都没有改善，他就不会想走了。但是你假如说饭后呢休息片刻3-5分钟，绝对不要30分钟到1个小时。为什么呢？当你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难道你会一直站着吗？不会，你一定找位置坐嘛。当你一坐下来，你就被你的惰性给打败，你就不会想跑了。那为什么鼓励大家饭后呢，在意志力强大的时候3-5分钟立刻跑来执行？这个那跑多久呢？15到30分钟。是，美国有一个休斯顿有一个医生娘，她是我的学生。对，她说：“老师，你这个超慢跑我用那个贴片监控血糖的，每跑10分钟会下降20。他跑30到40分钟，使他的饭后血糖从200降到120几，就很有用，对饭后的稳定血糖是相当的有帮助。那绝对不会造成胃下垂，因为胃下垂会有负压，超慢跑没有什么负压，所以胃下垂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只要存在的话，我训练9年多的老人家，那应该很多人都会有问题了。对，透过今天这一集除了让大家了解超慢跑之外，我觉得也让大家就是重新了解自己的身体。那我这边的话呢，教练，我是不是可以来示范一下？然后呢，你可以来观察你的动作。对，齐慧的动作现在看起来整个都相当流畅。那我是观察哪里呢？第一个，我是观察他的脚掌落地的顺序。脚掌落地的顺序，齐慧的脚掌先在脚后跟轻轻碰触地板。第二个，他的膝盖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完全是微曲的，所以这样对我们的膝关节会保护得很好。很多观众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脚掌落地呢？请齐慧，你现在做一个错误的，用脚后跟落地看看，脚后跟落地。你看你会不会怎么？你根本就不能跑步了，而且好不舒服，而且我的后脚小腿这个地方会蹬到。除了蹬到之外，我才刚刚
左右踏了大概8次吧，我的肌肉受不了。对，没错，因为脚后跟这个脚后跟落地是一般人不可能跑出来的。是。那我们人类最原始的跑法就是脚掌先着地，对，再脚后跟，最自然的方式。所以很多人说，我明明看很多跑步的摄影看出来的相片，都是脚后跟落地呀。对。那为什么会脚后跟落地是错误的呢？其实那一些跑者的技术都不好。你去看那个技术好的顶尖的选手，他一定是脚掌。那脚后跟落地呢？这些跑者在未来一定膝盖受损。是，所以说我们不要找麻烦。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是刚刚从教练一开始讲的，从我们的就是有4个口诀：不酸不痛，不硬不喘，然后包括呢，我们在跑的时候，膝盖要微弯曲，对，脚尖要先保持弹性，脚尖要先落地，然后接着我们的脚后跟再一起着地，轻轻着地。这几个其实我觉得你把它记起来，其实超慢跑没有那么难，对，而且每个人在家都可以做。那可以累加的，想要减重的好友哈，你只要呢一天累加90到120分钟，在我的粉丝里面，对，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跑步，大概2-3个月到4个月，有人瘦30公斤的案例。哦，真的哦。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其实我从刚刚跑到现在，有没有7-8分钟了？我很想叫你进来，因为我想要叫一个比较示范错误的人进来。好，你看这个是脚后跟哦。对。你这个是脚后跟就错了，脚后跟错了，你重心太往后了，你稍微用脚掌，对，脚掌啊，不用那么用力，再轻柔一点，越轻柔越好 ，tempo 不够哦 ，tempo 不够快。对，我们就是要找这种不会的，你知道吗？要不然找一个我会的，对不对？没有比对，你看好的，增加进步的，不错了，现在慢慢步入佳境。膝盖这样可以，微曲是正常的，对，这个地方一定要弯弯的，要不然膝盖很容易受损。对，你就这样很轻松的律动就好。它的 tempo 对吗？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啦。刚刚开始的时候稍微嫌慢了一点。对，谢谢。好，去后面领通告费。教练，我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如果好像我们超慢跑一跑，对不对？突然停下来，我们有没有需要再慢走？因为是不是通常，例如说，可能在我的既定印象，可能做一个比较缓和的，对，缓和的，对，有没有需要？其实原则上，你假如说没有喘不过气来的话，倒不需要，你就顶多稍微站一下，休息一下就可以了。对，不要立刻做，因为年纪大的时候，你的心跳突然下降很快，然后其实对你身体会不舒服啦。了解。那你假如说，跑完步你就缓和一下，对，然后稍微站一下，走一走动，然后当心跳慢慢下来的时候再做，会比较安全一点。好，我们今天集结了非常多网友的问题。好，请问呢，就是膝盖内侧如果在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酸痛的话，那要怎么预防？膝盖内侧会痛哈？对，通常他的跑者的跑姿可能有一点些许内八。内八造成压迫是，那所以说我们假如说一般跑者最好能对着镜墙，是有镜子的地方去看你的膝盖眼是不是朝着正前方。那有些人是习惯外八跑 ，OK， 外八跑的话久的话，对你的外侧膝盖也会压力很大。对然后呢，最好你的膝盖眼朝着正前方，所以你对着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的膝盖是不是正的，所以这样来修正你的跑姿是最好的，不需要人家看，你自己看最清楚。为什么？因为你去调整你的角度，你故意用内八跑，你会发现内八跑是这里会先碰触到地板，好，那个正常跑呢是这里先碰触到地板，再来这里。好，原则上你假如说跑步的姿势，你去看你的鞋子也可以稍微看得出一点端倪。对，假如说一个健康的跑者呢，脚的外侧的磨损会比较大，这里，那内侧磨损会少。对，那假如说你是这里磨损比较多的话，表示你是内八的。那久而久之，膝盖就会不舒服了，尤其是内侧膝盖。正确的就是直球部的这里跟这里几乎是同时间碰触了，但是会感觉到这里先，再来这里。我再帮大家再跑一次，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整体做起来的感觉。好，我来帮忙再看姿势。齐慧的姿势呢，原则上有4个要领，它完全达到。第一个，脚掌先落地，再脚后跟，好，轻碰地板。第二个，从头到尾膝盖保持一个弹性微曲的。第3个，节能减碳，跑起来很轻松。第4个，小步伐高步频。我们现在用节拍器来跑。
很多观众可能会说，老师，我一开始跟不上怎么办？是，我故意把它调150，来让齐慧来感受那150。这是150的，是。齐慧哪一个舒服啊？哦，当然是180的舒服。其实你慢的话，你是会整个身体盯在那边要去。你要去跟这个拍子，对。但如果你是180度的这个节拍的话，你是可以很有律动的，哒哒哒哒。好，我现在给各位解释150跟180的错误在哪里。180接触地板的时间短促，那150的接触时间变长了。那接触地板时间越久，肌肉流失力量越大，所以越跑越喘，越跑越累。对。那教练，请问一下哦，假设我想要就是跑这个超慢跑啊，在户外超慢跑的时候，一定要选在 P5跑道吗？每一个场地都可以跑，只要你脚可以落地的地方就可以跑步。都可以哦，所以是其实超慢跑是完完全全是第一个没有场地的设限，然后第二个呢，基本上是。你应该是全年龄的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没错，就是肥胖的人、体能稍差要进入跑步的人，对，然后高血压的朋友，三高的人，然后跟老年人、老人家都非常的适合。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自己这个需求设定超慢跑的这个菜单呢？好，我现在跟所有的观众分享一下我的学生的心得哈。第一个，你假如说糖尿病的病患是。你最好3餐饭后休息3到5分钟，立刻跑15到30分钟。对，那这样对你的饭后血糖会有很大的稳定效果。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降血脂，是或降血压，对，或者减重的，这三类的人呢，其实你只要每天这样累加。律动90到120分钟，对，其实你的减重效果或降血压效果，或者是降血脂效果，就会慢慢的出来。因为我的学生分享到我的粉丝团里面，对，分享很多成功案例，都是说，哇，老师，我这跑不到1、2个月，我就看到我的血脂下来，血压也下来，血糖更低，是，那他就觉得说，哦，这个运动。不用花大钱，而且只要在家追剧就可以啊！对，你可以一边看你的偶像剧，一边听你喜欢歌手的歌。那假如不喜欢追剧，还可以看球赛。现在 NBA 在季后赛打得更火热的时候，真的。或者是呢，你看老公不顺眼，对不对？一边跑一边骂老公也可以。对，反正你就是这么轻松的律动就好。真的。那我想请问教练，就是假设像我的话，我平常就是起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心肺的训练。那即便呢，我们早上起来，我空腹。或者是我才刚刷完牙，我可以做这个超慢跑吗？没有问题啊。其实早上一起床你跑的话，对，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血糖是比较低一点。是。那这时候你跑的话，血糖不够的时候，它会燃烧脂肪更多。所以很多减重的专业人士都会鼓励说，早上晨间的跑步运动呢，对。减脂更有帮助，就是这个道理。那我对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认识许教官，认识了超慢跑，我就要开始就是把这个超慢跑加入到我的晨间的这个心肺运动里面。对，好，那这样其实呢，我觉得我相信你知道吗？大家一定赶快敲完说，许教官，你可不可以再来我们节目，再教大家更多超慢跑的这个知识，然后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案例，好不好？你要不要再来？超慢跑只是我的小菜，哎呦，真正的主菜叫核心哦。因为所有的长者之所以会卧病在床，是我已经知道哪一块肌肉失能造成你起不了床，就是这一块。好，我觉得哪一块肌肉失能造成你不能翻身，就这2块。好，然后呢，我们已经知道肩颈酸痛、跟腰酸背痛、跟膝盖痛。到底是哪一些肌肉被训练好以后，它就可以改善？是因为这一些我有足9年多的实际案例，我帮助过很多老人家，本来要换膝盖啊，本来腰椎要开刀，本来颈椎也要开刀，被我训练强大核心以后，他这一些刀都没有砍下去了。好，我觉得太棒了。我等一下呢会替大家呢在这个后台好好的看一下徐教练的身体。没有，我指的是呢好好来了解一下徐教练呢要怎么样一次一次将这个正确的这个运动观念带给每一次需要的朋友。我们期待吗？下次见喽。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哇健康，下次见喽。来，跑起来，跑起来！1、2、3。